我妹妹的丈夫被一个叫霍元甲的中国武士打败了，我要血债血偿。2分26秒，12个人。有。你就是霍元甲？霍元甲不在，我是他大哥，有什么话跟我说就行。你是谁？我是伊藤，当年和霍师傅比武的宫本是我妹妹的丈夫。哼，想不到精武门是如此的不堪一击。哈哈哈哈哈！师伯，为了这块破匾，值得吗？告诉你，3天之后，如果霍元甲不来的话，我会铲除精武门。3日后5时，西郊永定河边，生死自负。霍元甲呢？我今天来，是替我弟弟出战。报个家门吧，我是静海密宗拳第6代掌门。敢问阁下？我要打的是霍元甲，不是你。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的来历，你不配。哼，配不配，只有打了才知道。来吧。哼，配不配，不一定要打了才知道。打了才知道的话，就不是高手了。别说那么多废话，多想想自己的后事吧。果然是高手，可惜只是嘴上的。你的功夫比霍元甲的徒弟是要好多了，不过打败你，也只需要3招。我很想知道，如果你死了，霍元甲是否会为你报仇？好啊，3招之后，我再告诉你。中华武学博大精深，尔等匹夫怎能理解？怎么样？我说过3招就可以打败你，现在你服了吗？我在东北曾经打死了60多个武林高手，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，倒还真不如你。你们中国人就是这样，对自己的东西参悟不透，就敢拿出来吓唬别人。你不是说中华武学博大精深吗？拿出来呀！你还有脚？28路弹腿你会不会？少林的罗汉腿你会不会？你还配谈中华武学？我突然间又改变主意了，因为在我看来，霍元甲可能根本不值得我去打。这样吧，
只要你认输，承认你们中华的武学不如我们大日本的武术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是比武，我会认输的。这是战斗，我和你，中国和日本，我可以被杀死，霍元甲也可能被你杀死，但你永远赢不了，因为你赢不了中国。可是我们已经赢了，台湾已经归属我们大日本的版图，接下来是东北，然后是山东，总有一天，你们这帮中国人。迟早会变成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你们是亡国奴，你们只能做我们的奴隶。只希望上，你欠下的血债，总有一天会让你加倍偿还。师傅，你死的时候还算是个英雄。让元甲养好身体，再来报这个仇。这是国仇，师傅一定要。师傅，我对你的头发不感兴趣。师傅，我们走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是说让我在万国比武大会上击败霍元甲是吗？没错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将在最后的决赛中击败他，然后捧起那个所有中国人都视之为囊中之物的奖杯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声威将会令每一个中国人不寒而栗。这个样子置霍元甲于死地，才大快人心呢。中国狗，把鞭捡起来！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？你到底是谁？霍元甲。霍元甲，你就是霍元甲？不错，国家主人交代，让我们4位先招待霍先生。佩服佩服佩服，霍师傅，你竟然用南派流花剑法来迎战我东瀛武士刀，倒颇有我剑道的韵味。我不是来说剑术的，我是来报仇的。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，你嗔火旺盛，心虚气结。就算你没有抽过大烟，我也肯定的告诉你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更何况，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霍元甲了。敌人有一个爱好，专门收集你们中国人的辫子，知道吗？这就是你哥哥霍元武的辫子。你出手的力道就像个娘们儿，你现在就是个东亚病夫。先不杀你，到了万国比武大会上，我再当着众多中国人的面，再慢慢的折磨你。
放手！放手！做狗铲！起来！现在出场的是英国拳师鲁尼。那边的是中国的代表霍元甲师傅。准备好了吗？OK。好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好的。现在，请选手上场。好，好。
血的力量。无耻！我听说你也打过这个，不是吗？我要好好教训你。好，师傅，停，不要过去。师傅，下来吧。师傅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用了药，我会打倒他的。哪吒，到时候你假装被打倒，他一定会跟过来。你用这个药迷住他的眼，只要他看不见，你就会获胜了。师傅！师傅，怎么了？裁判，他是诈！把手伸出来！面向观众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手里什么都没有。元甲，你是你们国家的耻辱，我不管，我要你死！师傅，冷静！师傅，啊！我的眼睛很疼啊！师傅，那怎么办？他们敢使诈呀！师傅，他用东西迷住了我的眼睛，那怎么办？师傅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师傅，怎么办？这声啊，我就算看不见，师傅，我可以听。师傅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办。师傅，裁判，那个小胖，别下团，快走！快走！师傅，没事吧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师傅，怎么办？各位观众请注意！霍师傅将在第3个回合当中为大家展示听声辨位的绝技。为了配合霍师傅的表演，务必请大家保持绝对的安静，谢谢大家。这样怎么打呀？来呀！这是什么鬼把戏？这也是科学，它叫做中国功夫。连出上裁判会制止他们呀！你把这小瓜给我走霍元甲上！
杀了我哥哥！你哥哥是谁？欧文，你杀了我的亲人，我会让你的太太来偿命。师傅，好，龙先生，我这不算违规吧？他好像不太冷静。霍师傅，请自重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大家都回去吧。师傅，你我想一个人走走。师傅，行，别跟着我。首先出场的是日本武道第一高手伊藤博文。接下来出场的是中国的霍元甲师傅。下面，请我们的主席龙少基先生宣布比赛规则。好，下面我宣布比赛规则。第一，师傅，伊藤在那边，他可是你的仇人啊！8分钟，中场休息3分钟。第二，大师兄，双方可以用要不弃权算了？的攻防招法，拳、看看再说。膝、肘、摔，但不得使用犯规动作。我就说到这里了，请比武双方上场。师傅，你的手。好的。你的手。经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是我们打垮中国人的最好的机会。你不是大英雄吗？你不是那个打败过俄国大力士的霍元甲吗？你是霍元甲吗？啊，霍元甲！哈哈！哼，你们中国人是我见过的最没斗志的人。这样的一个民族是根本没有希望的。就像现在，你们每个人都想我死，却只派得出一个疯子，因为他们根本上不了这个擂台。只会让你来送死。看看你可爱的同胞们多么的自私！你们现在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东亚病夫。你们！你说够了吗？没说够。你没机会再说了，让我们中国人回答你！好啊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你装疯，假痴不癫，这是36计。你以为你的暗器能打着我的风筝线吗？你们中国人根本就不是武士，为了一己私仇，竟敢使诈！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的祖先，日本浪人，屡犯我东南沿海，从那时开始，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，又使得多少人无家可归？这些人和我哥哥一样，都是无辜的，所有的仇，
我们一定要报。当今世界是由强者说了算。当年要没有那场神风的话，我们大日本民族不也就被成吉思汗的铁蹄给踏平了吗？事实很清楚，要不是我们天皇锐意改革新政，想必我们今天的日本也会和中国一样。所以，告诉你，规则永远是由强者制定。结束，分开，请分开。师傅，没事吧？师傅，你没疯啊？我是假装的，我们的武馆有内奸，快点查清楚。好。打到！我今天一定会打败你。好啊，不过力度太轻了。打得好，师傅！10、9、8，刚才你们是大声的侮辱中国人吗？现在怎么不说了？5、4、3、2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快扶下去休息！快，慢点，快！让开！龙大人，按照比赛的规则，应该立即结束这场比赛，将冠军判给日方选手。那不行，这霍元甲的伤势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清楚。也许处理好以后，他还能重新上场，是吧？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，有道理。对。那好，如果5分钟之后霍元甲还不能出场的话，就判他输。这，对。元甲！师傅，你醒了！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听俺叫。元甲！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剑南不在外面，我们现在送你去医院。走。听懂了吗？还有最后1分钟，你要再不上场，就只能判你输了。
你根本赢不了我，霍元甲，你已经中毒了，我要看着你怎么死。真正中毒的是你们，霍元甲，你和精武门都会和你哥一个下场，你们中国人没有希望了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霍元甲，今天倒下去了，还会有千万个霍元甲站起来。中国人是打不倒的。陈真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陈真！你这混蛋！陈真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冷静点！陈真！这都怪我管教不严。霍师傅，练武之人要以武德为先呐！他心灵良家妇女不说，还要杀我！好了，王师傅，这样的人武功再高，他也是个无耻的败类呀！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卑鄙的小人！你给我闭嘴！师傅，你让我杀了他，让他不要再害人！你还不反省？你现在做了什么？一而再，再而三。走啊！你叫我走，我叫你走。师傅。陈真有错，你处罚他就是了，别赶他走啊！师傅，大爷也求你，千万不要赶陈真走啊！哎呀，师傅，他明明会武功，却装成这个样子。你眼睛瞎了！你给我离开精武门！怎么会这样？你相信他，不相信我？好，我走。陈真，千南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了。帮我照顾好云姐，也帮我照顾好自己。找到陈真之后，替我道歉。他愿意回来的话，他永远是精武体育会的弟子。交代振生，我让他抄书，是希望他把精武体育会好好的办下去。还有你的赵家拳，也要发扬光大。我想，
我最大的幸福，就是希望中国强大。你们来这干什么？大人师兄，大人师兄，大人师兄！你们听着，霍元甲涉嫌服用违禁药品，我们是特地来检查的。当然，霍元甲的死，我们也很悲痛，所以特地送了一块匾给他。 希文，你是在害我！你这个王八蛋！答案，你们全部都出去，把门关上。快，走！师傅，师傅，给我点时间。 上面写的什么？东亚病夫，说谁呀？说中国人的，错，是说你。陈真，你这个傻瓜，你竟敢在精武门杀人！你如果把我们全都杀了，精武门就完了。也许你没事儿，你这个莽夫，来，把我们全都杀了，杀吧，把我们全都杀了。我们四个对你忠心耿耿，没想到你杀我们，那就看谁狠。你看到了吧？这些人都是你们精武门杀的，都是你陈真杀的。精武门完了，霍元甲完了，我们都完了，精武门完了。你们都完了。
后完了。这是总部派遣来的武士，他们都由你统一调遣，目的只有一个：消灭精武门。3天以后，就是霍元甲出殡的日子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会让他们好看的。不，你这样做，这会让所有的人都仇视我们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霍元甲之后，谁最厉害？陈真。消灭他。霍元甲来的，还是为王秀芝来的？既是为霍元甲而来，也是为王秀芝而来，更是为了我自己而来。为你自己？我倒是想听听是什么原因。我师父跟我讲了很多道理，我没能全部明白，但是跟我讲了8个字：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？啊？你师父不是很厉害吗？可最后不还是死了吗？霍元甲会死，王秀芝会死，我陈真也会死。你以为你不会死吗？但精武门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死的。我告诉你，总有一天，我们精武门一定会开在你们日本。是吗？恐怕没有那一天了吧？今天是缉拿你的最后期限。精武会如果不在午时前交人，宪兵队就会抓人放火烧房子。一旦有人反抗，还会死人的。除去你赶回精武会的时间，你和我们的时间最多只有5分钟了。那就别浪费时间了，来吧！
功夫就是一切吗？你功夫再快，还能快得过子弹吗？你敢赌吗？我有什么不敢赌的？大不了一死，我也是为国尽忠。来呀，杀我呀！你是不是不敢跟我赌啊？是不是输不起啊？你好，我跟你赌，来呀！我数到5，看是你死还是我输。来呀！来！1、2、3、4、5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大师兄，宪兵队到武馆来抓陈真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回去看看。走，回家，快，回武馆，快！师娘，师娘，走了，师娘，走了，师娘。那天下午，伊藤来了精武门，来的不光是他一个人，还带着一帮日本武士，占了满满一院子。他站在门口，指明要找我。我说我不在，我徒弟们替我挡了。他根本没有撑过3招的。伊藤走的时候留下话：你是谁？3天之后我再来。我原讲，到时候你要还是个缩头乌龟，你这精武门就别开了。这话是我后来听说的。3天之后我没去，我两个正在练习新功夫，到了最紧要的关口，我跟后元武说：“我去。”为了这块破匾，值得吗？我说你别去。你打不过他，他说你在里面憋着练功，外面的人替你挡一挡。就这么一句，他没等我拦，自己去了。那天擂台上站满了人，我哥上去的时候，伊藤还笑了一下，说你不是霍元甲。我哥说我是他哥，也一样。然后就动手了，我哥拼得很凶。是真的拼了命在打，可伊藤的功夫比他高出一大截。我哥倒下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。我关在屋里练功，门外有人守着，谁也不让进来。等我收工出来，看见院子里摆着一块门板，门板上躺着我哥。他脸上盖了一块白布，我掀开布，看见他嘴角的血还没擦干净，眼睛闭着，跟睡着了一样，可怎么喊都喊不醒。那天我没哭，
我把白布重新盖上，跟我娘说了一声“娘您别哭”，然后我换了一身衣服，提着刀出了门。永远赢不了，因为你赢不了中国。伊藤住在一家日本人的会馆里，我闯进去的时候，他正坐在院子里喝茶。他看见我也不慌。总有一天，你们这帮中国人迟早会变成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臣民。他说我元甲，我知道你会来。我没说话，把刀就砍。他站起来，空手接了我10几招。我让你加倍偿还。师傅，师傅！那天我打的没有章法，全凭一股气，而他每一步都算好了，算准了我那会心理技，算准了我只会往前冲不会闪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我是来报仇的。我被他打翻在地，刀也废。他说：“你回去好好练练，万国比武大会上，我再当着全天下人的面赢你一次。”他说完转身走了，留我一个人趴在地上。那天夜里，我回到精武门，没有点灯，一个人坐在屋子里，坐了一整夜。月光从窗缝漏进来，落在地上，像一滩水。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跟我哥小时候一起练拳的画面，一遍一遍在脑子里转。他比我大几岁，总让着我。我练不好的招式，他陪我练到半夜。敌人有一个爱好，专门。他现在躺在地底下，替我死的，替我挡了那一拳、那一脚、那一条命。我连一个像样的回击都做不到。第二天，我把练功房的门关了，谁都不见。我要把我没练完的那套功夫练完，谁叫也不应。那段时间，陈真来敲门，我没开。农敬孙在门口站了1下午，我也没开。我知道他们在等我，可我也知道不能再说。我把自己关了一晚，每天天不亮，练到天亮，身上的衣服汗湿了拧干，干了又湿。伊藤那几招，我拆了一遍又一遍，他出手的起势，脚下的步伐，回撤的空档，我闭上眼睛都能想清楚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。1个月之后我出来了，外面的世界没怎么变，可我变了。我自己知道，以前的那个霍元甲已经死了，死在那个月光照进屋子的晚上。万国比武大会，上海，大半个中国的人都来了，也来了不少外国人。防守，防守，左勾拳。伊藤一路赢，我也一路赢，我们都进了决赛，但决赛之前还有一个人等着我，英国拳王，块头比我大1个号。那场拳打得很苦，他力气大，拳头重，挨一下半天打不过，我不敢跟他硬碰硬，一直在闪，再等，再找机会。后来我发现他右手出拳之后，身子会往前倾一下，就那么一点点的倾斜，我抓住，他右拳落空，我侧不到左边，一掌拍在他腋下。那一下他缓了好一会儿没起身，扶着围绳半天才站稳。再打的时候，他不敢全力扑了，动作明显缩着。我趁势跟上，一拳一拳压着他。最后一拳打在他下巴上，他那块头一晃，轰地倒下去了。裁判数到10，他也没站起来。我赢了，可那一场赢完，我已经没什么力气了。决赛对伊藤，整个会馆的人都在喊我的名字。我看见伊藤站在对面，还是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。我走过去，刚站到擂台中间，就觉得不对劲，头重脚轻，四肢发软，像踩在棉花上一样。我知道他们动了手脚。中场休息的时候，他们给我的茶里掺了东西，没人在乎规矩不规矩，他
他们只想让我输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。可我不能退，这一退，我哥就白死了。那些信我的人，经我们的牌子，全跟着一起踏了。我咬着牙站起来，走向擂台中间。好了，王师，伊藤看见我的步子晃了一下，他笑，他出手比之前快了整整1节，因为他知道我撑不久了。前头的回合我基本是挨打，挨了一拳又一拳，血从嘴角溢出来，顺着下巴滴在擂台上。我能听见台下有人在哭，有人在骂，可那些声音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模糊。然后我想起了一个事，我哥替我死的那天晚上，我趴在院子的地上动不了。那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就这么输了吗？我撑着手爬起来，把拳头攥紧，就那一口气，把那1个多月的苦练全逼出来了。我迎着伊藤的拳头冲了上去，一拳换一拳，一掌换一掌。他的动作我全看穿了，他右手抬起来的时候左肋会入空，他后撤步的时候重心会偏一下。我照着那些破绽打，一拳比一拳重。最后一掌拍在他胸口，他飞出去撞在围绳上，又被弹回来趴在地上。他想起身，撑了一下没撑起来，又趴回去了。全场所有人都站起来了，我站在那像炸下发软，几乎也站不住了。可我赢了。我低头看了一眼伊藤，他没有再看我。真真，你这个傻瓜！我从擂台上下来的时候，倩楠冲过来扶我。我说没事，他说你嘴唇都紫了。我说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把我们全都杀了。后来我听见台下有人喊陈真，我抬头一看，他站在人群里，穿着一身黑衣，腰里别着一把匕首。他冲我点了一下头，然后转身走了。他被我赶出师门有2年了，那年是因为他做事太莽，差点闹出人命。我说你走吧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回来。我那是气话，他却一直记着，一直来。可那天我看见他背影的时候，就知道他这2年没白过。他走路的姿势不一样了，脚步更稳了。我心里头忽然暗了一点。来吧！那天夜里雨下得很大，陈真一个人去了虹口道场，就是伊藤他们那个日本武术馆。他推开门走进去的时候，里面坐着10几个日本武士，他什么话也没说，拿出匕首，一个一个。那帮人哪里拦得住？他这2年练的东西比他们想象的重得多。我教的那些，他自己悟的那些，全在这一夜看过去。他找到那个给伊藤出主意下毒的人，那人缩在角落里，腿已经软了。陈真把他揪出来，一刀干净利落。他走出道场的时候，雨还没停。他蹲在门口的台阶上，把刀上的血擦干净，然后对着雨说了3个字：“师傅，完了。”那3个字我没听见，可我后来在别人嘴里听说。我听说那夜他淋着雨走了好远，走到河边才停下来，跟在河边洗那把匕首，洗了很久。我哥的事、伊藤的事都翻过去了。可他替我讨回来的那笔账，我一个人记着。我记着那天夜里雨有多大，他一个人走进了虎穴，又一个人走了出来。我是他师傅，可我后来觉得他教我的那些东西比我教他的多，比如什么叫不回头，比如什么叫替你扛。精武门的灯还是每晚都亮着，有人来学拳，有人来拜师，有人来敬我烧香。我站在院子里，有时候会想起我哥，
想起他替我走上擂台那天，那个笑我没法还给谁了，可我能替他把这院子守好，能替他把那些他还没来得及看的东西，替他看下去。你敢赌吗？我叫霍元甲，精武门霍元甲。那场比武已经过去很久了，可我每天都还在练拳，不是为了打谁，是为了记住，记住我是怎么站起来的，记住那些都还比我躺下去后头的事，下回再说。好，我跟你赌，来呀！我数到5，看是你死还是我输。来呀！来！1、2、3、4、5。